我进入恐怖游戏后，因为高度近视看不清，管血衣萝莉叫女儿，管老诡异叫爹妈。危急时刻，还一头扎进副本大 boss 怀里，薅住8块腹肌喊：“老公，救我狗命！”所有人都以为我要被虐杀，没想到 boss 红着眼把我抵在床上说：“念念，你来晚了，欢迎进入9层鬼塔副本，7天之内消灭诡异，即为通关。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16人。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。”一阵白光闪过，我来到一座巍峨的黑色古塔前，耳边响起熟悉又诡异的机械音。身为一个1500度的高度近视，我3米之内人畜不分，只能看到大概影子。所以此时我戴着帽子、口罩，不去掺和，尽量让自己显得低调奢华有内涵。果然，旁边传来新玩家们的惊呼：“这是哪儿啊？我记得我蹦极时绳子断了，我嘎了呀。我好像也病死了，这是阴曹地府吧？”2个肌肉壮汉走出来，自称老玩家，开始给新人讲解规则，试图统领队伍。据说通关所有副本，攒够传说中的9999积分就能复活。一听到能复活，大家情绪还挺高。可壮汉们接着说，获得的积分和通关时的惊悚值有关。如果你是99惊悚值通关，那你最后只能得1积分；如果你在游戏过程中不幸达到100惊悚值，那直接死。当然了，把惊悚值控制在50以内都算高玩了。能以0惊悚值通关的，历史上仅有1人。风吹屁屁凉，我把帽子往下压了压。听完这些，大家心态崩了。突然，一个穿着西装的大肚中年男人哀嚎：“这操蛋的人生，我不服啊！我朝9晚5辛苦了半辈子，昨天刚还房贷就猝死，还要我玩这个破游戏攒积分才能重开，这得攒到什么时候去？我不玩了！”说完，他崩溃地朝四周浓郁的黑雾里冲去，眨眼之间就被黑雾吞噬，只剩几根骨头咚咚砸在地上，也砸在我们心上。机械音无情播报：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15人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直播弹幕飞速刷屏。卧槽，这群人什么运气，居然是个新开的副本，还是通过概率为0的5S 级。有点子怪，新副本居然有4个匿名玩家，难道是4大公会的大神们进去探路了？机械音提示我们该选择入住楼层了。古塔一共9层，越往上 BOSS 越凶险。前8层都可供玩家选择，每层最多可入住2名玩家，否则将被抹杀。可是每一层都住着诡异，这也意味着玩家必须去诡异们的地盘借宿。至于第9层，在消灭前8层的诡异之前，不予解锁。和诡异们同吃同住7天，还要狗胆包天的去消灭他们，想想就刺激，惊悚值怎么可能不剧烈波动？新玩家争先恐后的朝低楼层冲去，因为近视我抢不过，于是打算等大家先选完。最后古塔内只剩下7层和8层，古塔外也只有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没动。2个肌肉壮汉神色灰暗地看了我一眼，2人一起去了第7层。我刚想去四周转转，找找线索，一只苍白病弱的手突然拉住我的衣角。姐姐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组队吗？少年一边咳嗽一边惊慌地问我。刚刚很多人都不愿意跟他住一层，嫌弃他身体孱弱，看着就是个拖后腿的。我挑了挑眉，友好地点点头，迈步朝8层爬去。该死的，我就是这么善良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弹幕全都在看好戏。哟，最后这4个人看不到名字，原来匿名进副本的就是他们。这个女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包得这么严实？没脸见人啊！报告，除了女的看不到脸，其他3人脸看着都挺生，积分榜上均查无此人。完犊子，看来没有大神，这个新副本要迎来团灭喽！烛火摇曳，古塔宽敞，像电视剧里镇妖塔的风格。墙边全是森森白骨，墙壁由嶙峋巨石组成，上面是刺目的红，还有一颗颗圆球。我看不清，但感觉长得有点像脑袋。我屁颠爬到第8层，却在最后一层台阶上被一扇通体红色的门挡住。门上传来浓重的血腥味，以及浸透骨髓的阴寒。少年自称青木，他垂下睫毛，低声问：“姐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进不去第8层，到了晚上我们都会被系统抹杀。”我挑了挑眉，别急，姐给你露一手。说着，我从背包里摸出一根铁丝，把脸贴到红色大门的锁孔前，撅着屁股开始卖力地掏啊掏啊掏。终于，锁芯咔嚓一声响，门开了。我大大咧咧地推开门，对着里面就开始嚎：“我回来啦！”弹幕惊呆了，脑残，居然敢偷偷入侵诡异的家！我要崩溃了，这年头什么奇葩都有，我本想学点经验的。有一说一，这手开锁技术有点牛，姐们生前是个入室盗窃犯吧？如果我能看到这些弹幕，我一定会反驳。胡说八道，这可是我斥巨资学的技术，花了我1000积分呢。青木也惊呆了，死死拽着我的衣角问我：“姐姐，你不害怕吗？”我摆了摆手，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，近视眼中闪过狡黠。存活7天容易，要消灭诡异却很难。可你想想啊，如果我取得诡异们的信任，让他们视我为家人，最后再给他们致命一击呢？那就容易多了。武力是下策，
诛心乃上策。既然要把诡异当家人处，那回自己家肯定是怎么随意怎么来喽。敲门，礼貌，不存在的。青木看着我，眼中闪过崇拜的光。我和青木刚走进去，一个浑身煞气的红裙小萝莉朝我们迅速飞来。弹幕大惊：卧槽！失踪多年的雪衣萝莉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新副本？那当年幸福之家副本30层的其他3个 boss 也在吗？我模模糊糊看见2条又黑又长的辫子，如同巨蟒，死死缠在我和青木身上。我甚至听到了自己身上骨头碎裂的声音。下一秒，我强忍着疼痛，看向雪衣萝莉，嘴角渗血，微笑着伸手摸了摸她粗长的辫子，嘶哑着声音呼唤她：思思，你的裙子怎么又脏了？快换下来，妈妈给你，叫你爸给你洗。弹幕尖叫着嘲讽：啊呀，还妈妈，他以为他是当年的宁神啊，宁神也敢模仿。这些年好多人模仿宁神的风格，全都惨死。说起来，宁神也消失好久了，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晦气，希望这个盗版女人给也死。雪衣萝莉阴狠的小脸上闪过一丝茫然与挣扎，大杀气辫子却不自觉松开了，口中呢喃：妈妈。我失去重心的朝地上坠去。咦，我怎么没掉在地上？原来我被人接住了。啊，不对，准确的说是我被一个诡异接住了。弹幕大惊：卧槽！不出所料，断头大 boss 也出现了。这手感顶呱呱的腹肌，这坚硬的胸膛，这脖子上的刀疤，这棱角分明的脸型，这俊俏的眉眼，这阴狠的目光。我直接一个熊抱，不由分说地搂着他的脖子，然后激动地喊：哟，这不是我失散多年的亲老公吗？下一秒，由于我力气太大，把男人的头搂掉了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头。我急忙从他怀里溜下来，狗腿地帮他捡起脑袋安好。在他想吃人却又很疑惑的目光里，我扯过一旁同样疑惑的雪衣萝莉，反咬一口：你敢瞪我？你看你作为爸爸，居然给孩子穿湿漉漉的衣服，一点都不负责。骂完之后，我气冲冲地模糊着视线，开始在8层找来找去，找到了思思的房间，给她换了干净衣服，又把血裙子朝男人怀里一丢，指挥他拿去洗。刚刚死里逃生的青木慌忙咳嗽一声提醒我，我冲他眨眨眼，表示别怕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思思面无表情地说：妈妈，你找错人了，这边是我。呸呸呸，抱歉啊，没看清。直播间观众也骂骂咧咧。大师，我悟了，这个女人是想复制宁神当年的路子，然后趁机消灭了8层的诡异，完成任务。断头，你跪下，姐求你个事，给姐杀了这个赝品。他们口中的断头大 boss 似乎被我惹怒了，此刻目光冰冷，黑气萦绕，厉鬼显形。他居然真的对我抬起了手掌，但很快他的手掌忽然下移，捏住了我的下巴，然后报复性地扯下了我的口罩。看清我满是伤痕的脸之后，他明显一愣，眼神瞬间清明了很多，可眼角却越来越红，猛地抱起我，朝他房间的方向走去。弹幕也在这时针锋相对起来，原来是个毁容女，难怪不敢露脸。你们为什么对其他玩家恶意这么大？难道只有所谓的宁神可以用这种风格通关吗？血衣萝莉思思见此，小脸上露出纠结之色，然后也快步跟上来。可她刚走到门口，男人就迅速摔上了门。思思力道没收住，直接被门给拍扁了，像一幅画似的被镶嵌在了门上。我心疼不已，一边在男人身上跟条趋势的扭动，一边大喊：天杀的，你敢这样对我的亲亲女儿？断头大 boss 却没管，把我压在床上，指腹摩挲着我脸上的伤痕，双眸赤红。念念，好久不见，这些伤是谁弄的？我微微一愣，脑中闪过某些片段，似乎曾有人在分别时对我承诺，只要再次重逢，我一定会想起你，即使被游戏系统抹去了所有记忆，即使沉睡在时光里。而今他做到了，可我却还是跟个登徒子似的摸着他的腹肌，玩世不恭的龇牙一笑。啊，亲爱的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叫宁念，我叫灵。不过该说不说，捡了一个副本大 boss 当老公，这波我不亏。断头大 boss 的眼神瞬间冰冷，立刻从我身上起来，嫣红的血一滴滴从他脖子上狰狞的伤口蔓延而出，房间迅速变成汪洋，很快把我淹没。弹幕急了，纷纷刷屏，画面一片红，看不到人也听不到声音了。可能是断头杀这个赝品的场面太血腥，系统不给我们看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血海虽然包裹了整个房间，偏偏我和男人待的这一块有个真空地带。我安然无恙的半倚靠在床上，男人眼神委屈的蹲在我脚边。我已经把那些苍蝇全部屏蔽了。念念，你告诉我是谁伤了你？你为什么装不认识我？是我变丑了吗？说着，他颤颤巍巍地拔下自己的脑袋，小心翼翼地递给我。你仔细看看，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帅。知道这里是视野盲区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没好气地接过他的头，捧到自己面前，猛地亲了一口，捧腹大笑。宁君安，你好变态，我好爱。可笑着笑着，我又抱着头颅哭起来。
所有的委屈与强撑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，仿佛在沙漠徒步的濒死之人终于见到了一滴水，而宁君安就是我的那滴甘霖。是的，我的确是宁念。5年前，我车祸身亡，被拉进了一个叫幸福之家的恐怖副本。也是那一次，遇到了4个诡异断头大 boss 宁君安、思思，还有爸妈，并且和他们处成了一家人。后来，他们为了送我通关，自愿奉献心脏，失去了记忆，离开了幸福之家，据说是去了其他副本打工。我回到玩家大厅后，就被人连拉带拽的加入了第一公会。这5年里，我一直疯狂下副本，就为了再次遇到我的4个诡异家人。可是，一直没有再重逢。起初，我和第一公会的人配合得很好，他们也对我很好，我以为遇到了真心朋友。直到突然有一天，诡异家人们送我的4个本命道具全部失效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第一公会的人根本不信我的道具失效，都认为我小气和清高，不愿意再拿道具帮助他们快速通关，让他们坐享其成。即使我再三保证，就算没有道具，依靠能力，我也能带他们顺利通关，平安归来。可第一公会还是要我交出道具，于是我因3观不合离开了公会。结果第2天收到了4大公会联合发出的江湖追杀令，私下悬赏我的人头。在最后那场追逐与厮杀中，我艰难留住了一条命，却意外被毁容。而这些除了4大公会的高层，其他路人玩家都不知道。于是为了不被那些人找到，我在下副本时花了大量积分申请匿名参加。幸好这次来到了9层鬼塔，找到了我的诡异家人。宁君安越听，表情越阴沉，他心疼地看着我的脸，浑身冒黑气，几乎处于暴怒边缘。我现在就去杀了所有玩家，他们中间很可能有杀手。我破涕为笑，用你动手吗？亲爱的，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机械音适时响起，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11人。我拿出手机，将脸贴到屏幕上，这才看清玩家群里的所有消息。2名玩家死于诡异之手，1名玩家死于惊悚值爆棚至100，最后1名玩家死于队友坑害，被同层的队友推出去探路。看吧，人类最擅长的就是自相残杀。我和宁君安一起走出房间的时候，已经一切正常，也不用再隐藏自己的身份。毕竟在自己的家人面前，我不用疲于奔命，是可以懈怠和放松的。思思正摇头晃脑，把自己被拍扁的身体复原。一袭红色雪裙杀气腾腾，然后2条辫子变得粗长，正捆着少年青木甩上甩下。见到我，红裙瞬间变白裙，丝丝乳燕投林般朝我扑来，口中欢快地喊妈妈。看来这傻姑娘也想起我了。青木眼神一深，白皙的脸被勒得通红，在半空可怜巴巴叫我姐姐，救救我！血衣萝莉欺负我！我站在宁君安身旁，双手抱胸，挑眉道：不好意思啊，我近视眼看不清。你是在玩跷跷板还是在玩荡秋千啊？我女儿天生美丽大方，心地善良，小蚂蚁都不忍心踩死，怎么会欺负你呢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惹了她，那你活该。弹幕各抒己见。我靠，这女人，她连凝神的近视也要模仿。弱弱的说一句，她虽然毁容了，但气场和风格真的好像凝神哦。亲妈滤镜可太厚了，老姐，那可是杀人如麻的血衣萝莉，怎么看也跟善良不搭边。思思小脸一皱，白裙化作巨大的活体绞肉机，一点点把青木吞噬，打探妈妈消息。坏人，思思讨厌你。哦，我急忙眼疾手快地从半空拽下暴走萝莉下来，让你爹上。思思乖乖吐出青木，化作贴心小棉袄，落地挨着我哦。而青木看着我们一家3口的互动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他如同一滩烂泥般躺在地上，原本病弱的脸上露出惊恐之色，看着我绝望的大喊：宁念，你早就发现了我是来杀你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微微一笑，好心解答，在这个游戏世界是没有朋友的，可你偏偏叫我姐姐。我裹成一个残了，你还他喵的凑近我，这种蓝绿茶什么的，姐一眼就看穿了。不怀好意，我昂着下巴，示意宁君安赶紧夸我。青木破罐子破摔，还想取道具反击，最后宁君安大手一挥，很轻易的就拧断了他的头。刚杀完人，8层的门外就响起2声苍老的鬼音：杰，家里来客人了，也不叫我们。又来了2个大 boss。我一个箭步就从背包里翻出提前备好的针线，站到门口笑眯眯地说：爸，需要我帮您缝补一下毛衣吗？长老头熟练地背着2个麻袋，里面放着他们的口粮，袋子口隐约露出几根手指。他则肚皮大敞，肚子里弯弯延延往下拖着一大团肠子。当然，因为我高度近视，所以在我看来是红色毛线。那些毛线似乎有灵魂一般，在一起撕扯纠缠，所到之处满地血红。见到我，长老头原本还鬼气森森的脸突然笑得像一朵菊花似的。哎呀，难怪今天起床听到喜鹊叫，原来是念念回家了。我眼眶一热，这才是家人啊！即使我面目全非，即使他们失去记忆，他们还是能第一眼想起我。我手脚麻利地帮老头子缝好肚皮，然后又顺手翻出一盒面膜，递给黑漆漆的小老太。妈，还是黄瓜口味的，您最喜欢了。
一向爱美的黑老太这次却没接，一把将我搂在怀里，心疼地摸着我的脸，一边骂天杀的，谁把你一个漂亮小姑娘害成这样的，一边哭放心，妈给你报仇。小老太太自己分明烈火灼心，全身焦黑，却还气势汹汹要为我讨个说法，这护犊子的模样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弹幕大惊，难道这个匿名玩家真的是失踪已久的凝神？不确定，再看看。和家人顺利重逢之后，我们回到了之前的相处状态。我做饭来他洗碗，没事聊聊二胎计划。可是这般温馨和谐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，副本任务迫在眉睫。消灭9层鬼塔的诡异，于我而言是一个生死抉择，因为他们4个也是我任务中的一环。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5S 级副本，所有玩家都跟无头苍蝇一样，只能自行探索。在其他玩家看来，第8层危机重重，他们不会轻易上来。但时间紧急，我得快点找到破解之法。第二天，我正准备下楼找线索的时候，就收到了第7层肌肉壮汉的示好私信。你好，我们已经和7层的诡异相处得很不错了，如果你需要了解，可以直接下来。刚想打瞌睡，就有人送枕头。虽然有点巧合，但我现在并不畏惧，因为我直接举着手机就是一个告状。思思，我跟你说，总有刁民想害妈。呜呜，老爸老妈，我怀疑这个新副本有大问题。老公，你看他们都想暗算我。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，老公。4个单纯的诡异当然顶不住我这热情似火的攻势。宁君安深邃的眼眸凝视着我，带着宠溺的笑意，冲我摊手，菜刀拿来。我乐颠颠地从背包里把4个道具都拿了出来，生锈的菜刀，白色的裙子，长得像肠子的毛线，焦黑的胳膊。只是此时这些道具都没有冒黑气，如同死物一般。也正是为了这些东西，我被第一公会背刺，被公会联盟追杀。宁君安满是愧疚地说，或许是因为这5年我们在这里陷入沉睡，所以道具失效了。抱歉，让你受苦了。真是个傻子，如果当年不是这些道具，我早就死了千百万次。尽管后来我在其他副本也碰到过其他道具，却在意义上和实力上都不如他们分毫。思念他们的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我都是抱着这4个道具艰难入眠的。宁君安接过死寂的菜刀，动作熟练地把自己的脑袋给割了下来，伸出大手，把菜刀一寸一寸从脖子上的伤疤处慢慢塞回身体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又以同样的方式拔了出来。再次送到我手里时，已经是一把杀气腾腾的菜刀了。机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，恭喜玩家重新获得 SSSSS 级道具爱的屠刀，这是宁君安父母曾经杀死并砍下他头颅的东西。如记忆里那般，思思也不甘示弱地接过那条失去光泽的白裙子，再一次对着我手里的菜刀冲过来，把裙子变红，然后递给我。妈妈，思思会用生命保护你的，这是她被杀时穿的裙子。红裙回到我身上，完美贴合我的身材。机械音再度响起，恭喜玩家重新获得 SSSS 级道具天使之裙。紧接着，常老头也接过我手里不再蠕动的肠子，嘟囔了一句：丫头，等会儿记得重新给爸缝毛衣呀。说着，他扯开我刚刚给他缝好的毛衣，把肠子塞了进去，然后重新拿出一团蠕动的肠子递给我。机械音又一次响起，恭喜玩家重新获得 SSS 级道具宰相肚肠。黑老太就简单多了，干脆利落地把这只焦炭胳膊接上，扯下另一只胳膊递给我，说必要时刻依旧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机械音再一次响起，恭喜玩家重新获得 SS 级道具枯木逢春。他们为了我，愿意千百万次重复临死前的痛苦。我眨了眨近视眼，五味杂陈地看着。我可真 TM 是个混蛋，但是我这个混蛋这次也一定会用生命保护他们。弹幕看到这一幕，纷纷阴暗扭曲爬行。卧槽，他真的是凝神！呜呜，我的念念女儿，你的脸怎么回事？在他们发疯时，宁君安他们已经送我走到了8层楼梯口。我们等你回家，注意安全。我开始气定神闲在鬼塔内串门。迫于鬼塔原住民管理条例，宁君安他们是不能陪我一起下去的。但有了道具防身，还有我这5年的摸爬滚打，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小菜鸡。除了失去他们，无论去哪里做什么，我都不会畏惧。不过，究竟要如何消灭诡异，完成任务呢？我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风格行动，先去了解每个诡异的故事。我刚抵达第7层，就见2个肌肉壮汉等在门口，他们正努力让自己的脸变得和善。你可算下来了，等你很久了，快进来吧。我们都跟诡异处好关系了，会帮你说好话的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迈步朝里面走去。身后传来迫不及待的啰嗦声。第7层的诡异居然是人鱼，不过并不是影视剧中见过的那种漂亮人鱼，而是无数条溃烂、发臭、大肚、哀嚎的人鱼。即使我是个高度近视，我都能看到无数白白胖胖的蛆虫在它们的鱼鳞里钻进钻出。第7层犹如一个恶臭的海鲜垃圾场，人鱼的每一声哀号都疯狂冲击着我的耳膜。不出3秒，
我的耳朵竟然已经渗出了鲜血。身后传来2道劲风，我并未回头，长老头给我的道具宰相肚肠此时派上了用场。原本尚且正常的肠子突然化作水管粗细，朝我身后飞去，将偷袭我的2个壮汉紧紧包裹在中间。宰相肚肠，你的道具果然没有失效。宁念，你该死，欺骗公会，还对我们早有防备。我凝视着他们模糊不清的脸，微笑道：是你们自己以为我被伤了耳膜，迫不及待的动手，怎么还怪到我头上了？4大公会的杀手联盟里，都是你们和青木这样的废物吗？肠子蠕动，一点一点把2人消化。他们彻底消亡前，肌肉壮汉忽然冲我疯狂大笑，哈哈哈！宁念，你逃不掉的。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9人。机械音播报，没了碍眼的2人。我缓缓看向地上的人鱼们，我长叹一口气，点开系统虚拟面板，选择商城，在里面逛了起来。没一会儿，看到了海洋生物修复剂，那一长串售价几乎闪瞎我的狗眼，1瓶2000积分，分量仅供1条人鱼使用。我拼死拼活做任务，哪怕身为天选之子，每次灵晶总值通关才堪能获得100积分，就算加上偶尔打出的手通和隐藏任务，一个副本最多也就只有600到1000分。数这里的人鱼，整整8条，我他喵一下子要花16000的积分，复活才只需要9999积分。系统，你明明可以直接抢的，却偏偏要卖。可我看着人鱼因为畏惧我手里的道具，强忍疼痛的模样，我最终还是肉疼得当了冤大头。8瓶海洋生物修复剂下去，人鱼全都焕然一新，蓝发飞舞，鱼鳞闪亮，开始围着我欢快地唱歌。他们吟唱：谢谢恩人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被人类排放的核污水所污染，因为对人类充满憎恨，死后便来到这里当了诡异，准备虐杀人类玩家。可还没开始，便遇到了我。我接着往下来到第6层，我还没来得及敲门，门就开了。门里露出一张破碎的小脸，但从褴褛的衣衫看，是个孩子。他畏惧地看着我手里的菜刀和其他3个道具。8层的姐姐，你可以不要杀我吗？我没有害过人，我当然知道这个副本是新开的，他们哪里来得及害人？在这个孩子身后，还有无数个跟他惨状差不多的诡异，有戴了老视镜的老人，有大着肚子浑身血淋淋的孕妇，有几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，包括这个孩子在内，共11人。我已经猜到了他们的身份，努力眨了眨眼睛，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。男子为报复社会，开着轿车故意冲向人行道，在路边等红绿灯的11名行人不幸丧生。我看了看孩子的惨状，他不过5岁模样，甚至还赤着脚，衣服上的吊牌都没有摘。宝宝，告诉姐姐，你们有什么心愿吗？孩子被碾碎了一半的眼珠子里闪过惊喜，姐姐，我想再见我妈妈一面。可他突然又怯生生地看了看我，绞着手指，姐姐，是不是太麻烦你了？或者要是你有机会出去的话，你帮我转达给妈妈就行。那天是我自己要去买衣服的，是那个开车撞死我们的叔叔的错，不是妈妈的错，妈妈不要自责，也不要难过。弹幕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狂哭，念念帮助他们，念念好，小孩可怜，小孩好，该死的肇事者杀人，肇事者坏。我哭死，这个新副本的诡异真的又无辜又悲惨。念念天使，你能不能帮他们？我二话没说，开始在系统商城里找起来，没有找到通往现实的商品，但是找到了一款托梦符，售价500积分1张。我边哭边买了11张，塞给他们，有什么想说的话，你们可以托梦告诉你们的亲人了。一个老人走过来，冲我和蔼地说：小姑娘，你能不能帮老婆子我弄点水来？我想整理一下衣服，到时候托梦，免得孩子看到我还是临死前的邋遢样，平白惹他们伤心。我哽咽着又去商城买了11套干净的衣服，衣服不贵，但这个时候价格什么的对我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了。我继续往下，来到第5层。这层的诡异是一个染了粉色头发的女大学生，因为她还穿着学士服。她的门没有关，我自己走了进去。她端坐在古塔内，像少年时听老师讲课那般认真。看到我，她的目光凝视在我的红裙和道具上，微微一笑：你是来杀我的吗？动手吧。我蹙眉，藏起道具，穿上外套遮盖住红裙，在女孩身边坐下，如同老朋友一般开始攀谈。可以聊聊你的故事吗？她惊讶地看向我，良久忽然释然一笑，娓娓道来。原来他为了庆祝自己毕业，拿着证书去和病床上的外公合影，高兴地上传到了网上，结果被人造他和外公的黄谣，说他靠张腿上位，还骂他是学术妲己。那些人如果只是针对他也就算了，甚至还去医院给外公送花圈，诅咒生病的外公早死早超生。最后女孩承受不住，精神恍惚地选择了吞安眠药自杀。死后她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到了这里，要求她担任诡异 NPC， 对接下来的人类玩家展开杀戮。女孩抱着膝盖，泪如雨下，我不想杀人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诡异，所以你杀了我吧，我知道你们的任务是消灭诡异。
很高兴你为楼上我的邻居们做的事情，也很荣幸为你赴死。我忽然走过去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错的从来都不是你，以前那些事不要放在心上，以后的路还长着，你要在这里好好活下去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帮你脱离这个世界。女孩那么美好善良，即使重新投胎转世，也一定会前途光明璀璨。紧接着，我来到了第4层，门大敞着。非常奇怪的是，这里并不像鬼塔其他楼层阴暗潮湿，反而窗明几净，读书声朗朗，甚至还有人在做实验。同学，你是来上课的吗？有个温润的青年走到我面前，他竟然丝毫不畏惧我的道具。可看到他的眼睛，我就明白，这是真正的学者。学者是傲骨的轻松，是不畏惧生死的。他面前摆着一块木头雕刻的黑板，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。我惊讶于他们的温和内敛，更惊讶的是，那边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诵读。我问青年，你们在做什么？青年回我，我们这层的诡异都是这些年被学术造假的受害者，不是同一件事，甚至不是同一个学校，不是同一条时间线，可偏偏遇到了同样的事情。有人说我们脆弱，一个大男人遇到这点事也值得去死吗？可谁又想过，寒窗苦读10几年，竟抵不过权势的一点点欺压。说我们脆弱也好，说我们天真也罢，只是午夜梦回，辗转反侧，自问对不起在楼道背书的自己。所以即使在这里，我们依旧没有放弃钻研和学习。万一呢？万一以后所谓的教授来这里，我们才能以最好的状态申诉和证明自己。我们知道的，这种现象烂大街，但还是希望能赢一次。没有粉笔就用木炭，没有实验器材就自己用石头一点点打磨。我对他们深深的鞠躬。如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赢了一次呢？在我进无限流游戏之前，也曾有11名莘莘学子同你们的遭遇一样，他们选择了联名抗争，全网都在帮他们，最后他们迎来了胜利。各位学长学姐，这不仅是他们的胜利，其实也是你们的胜利。学术弊端终将被杜绝，学术清明总会到来。再次往下，我抵达第3层，越是往后，诡异们越是弱小无助。我听见里面传来轻盈的歌声，我决定不打扰这层的诡异。我悄悄用铁丝撬开了门，我蹑手蹑脚地探了个头进去，就看到有个少年正在古塔中间翩翩起舞，在他四周围坐着许多满身伤痕的少男少女，他们有男有女，纷纷面上带笑，在给少年哼唱曲子，打拍子。一束阳光突然打进来，正好把少年笼罩在光里。他像起舞的白鹤，又如绽放的玫瑰。忽然，他看到了我，他急忙停下动作，注意到他的不对劲，四周的少年人也犹如惊弓之鸟一般站起身。明明他们那么多人，明明他们才是诡异，可却对我畏惧的紧。这种畏惧并不是出于对我身上道具的畏惧，而是天然的对陌生人的恐惧。刚刚跳舞的少年虽然也很畏惧，却还是走到了我面前，将他们挡在身后，对我扯出一个讨好的笑容。不好意思，他们生前都遭遇过校园霸凌，甚至是校园侵害，所以身体和心灵都有过重创，不太敢和陌生人相处，您不要生气。我第一次遇到副本里的诡异这么客气，还是传说中的5S 副本。他居然对我说您。我看向他身上的伤痕问，放心，我不会生气，你们有什么心愿吗？在我的一再保证下，这些少男少女终于信任了我，一一对我说出了心愿，我也一一帮助他们实现。他们实在是可爱得很，生怕麻烦我，都挑简单的。于我而言，能用积分购买的都不算是。轮到那个跳舞的少年时，他只是抿了抿唇，说，我想拥有一件新舞衣，然后给您跳一支完整的舞，可以吗？就当感谢您帮了我们。我当然快速点头答应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近视眼，恐怕会看不清。因为看清某个人、某件事，并不是用眼睛，而是用心。少年跳得很好，脸上红扑扑。结束后，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我离开之前，他怯怯地问我，这支舞还没有名字，可以请您帮忙取一个吗？我给了他一个没有任何私欲的拥抱，轻声说，玫瑰少年。走向第2层的时候，怀里的菜刀忽然蠢蠢欲动。察觉到他的情绪，我如同捧着他头颅一般捧着菜刀问，怎么了？我的亲老公。是的，在副本里，宁君安的意识可以寄托在菜刀上。虽然他的人不能跟我一起行动，但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和我同在。我本以为他是吃醋于我刚刚拥抱了少年，没想到下一秒，我感受到他传递给我的情绪，这个副本不好，这些诡异很可怜，却被束缚在这里，我想毁了他。好巧，我也想。我亲了亲刀面，再次收好，朝2层走去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一个全身都是血洞的女生，她蜷缩在角落，一直埋着头哭泣。这是一个厉鬼。我丝毫不觉得恐惧，迈步朝她走去，在她身边停下，学着她的样子坐下。我甚至还从系统商城购买了2杯奶茶，递了1杯给女生。女生抬起赤红的眸子，看了一眼，默默开始吸奶茶。许久之后，她忽然出声，好多年没有喝过这个味道的了，谢谢你。话匣子一打开，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。她和闺蜜一起在国外留学，没想到闺蜜谈了一个赌鬼男友，经常找闺蜜要钱。
闺蜜为了躲避男友，便借住到了女生的出租房里。没想到堵红了眼的男友也追了过来，拿着刀子就要威胁闺蜜给他钱。女生为了保护闺蜜，被闺蜜的男友捅了33刀，当场去世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女生本来可以不用死的，是闺蜜在男友出现的第一时间，就把女生和男友一起关在了门外，任由女生尖叫，任由鲜血渗透门缝，闺蜜就是不愿意开门。最后，女生无辜惨死，闺蜜却当着所有人的面辱骂女生的妈妈，说是女生自己要救她的，关她什么事？而女生的妈妈仅仅是要一个公道而已。你说，真的是我自作自受吗？是我不应该帮助她吗？这个社会救人反而错了吗？女生流着血泪，混合着奶茶一起喝了下去。我掏出一张纸巾，一点点地帮她擦去血泪，轻声告诉她：你没有错，她犯她的罪，你积你的德，善良从来都是一个好品质。只是人的选择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改。在这个时代，助人为乐并不是第一要务，认清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帮助才是第一要务。当然，如今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都是尊重他人命运，放下助人情节。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好。女生被我说的一愣一愣，忽然扑哧笑出声来。但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不然你不会坐在我旁边。我伸了个懒腰，自嘲道：哎呀，没办法，我这人就是闲得慌，爱多管闲事。离开之前，我送了他一套干净的衣裙。其实你和我是同类，这样也很好。聪明人太多了，这个世界就慢慢冰冷了。总归还是需要一些傻子的。我走向第1层，才走到古塔阴暗的楼梯上，就听到了阵阵凄厉的惨叫，还有一声声高亢的嚎叫。惨叫的是人，嚎叫的是某种动物。怀里的菜刀发出嗡嗡声。我接收到宁君安传递给我的信号，楼下危险。我脱掉外套，露出红色裙子，把肠子缠在脖子上，枯手夹在腋下，握着菜刀，造型别致地走向鬼塔第1层。大门敞开，粗犷的石地板上，鲜血汇聚成小河，一点点朝我脚边蔓延。我抬头看去，里面似乎是一个屠宰场。虽然视线模糊不清，但依稀可见许多牛高马大的怪物手持屠宰刀，正对着案板上和倒挂着的人磨刀霍霍。那些人是我这一路下来没有见到的其余8名玩家。我先前还找每层的诡异问过，可他们都表示不知道，说玩家们今天一大早就说去1层商量事情，然后没有回来。怪物们大多2-3米高，穿着衣服，可头顶的要么是猫头，要么是狗头，露出的手臂毛茸茸，屁股后面吊着象征他们物种的尾巴。甚至还有穿山甲模样的人形怪物。不是要杀猫吗？不是说他们是第1层的诡异，最好欺负吗？来呀，卑贱的人类！怪物们狰狞大笑，直接把其中1名玩家开膛破肚。机械音冰冷无情。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8人。此时我终于明白，虽然鬼塔的其他诡异暂时都不杀人，但第1层显然不是。一个猫头抓住1名玩家的胸膛，微微一挖，伴随着那名玩家的惨叫，他的内脏竟活生生被猫头挖了出来。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7人。猫的绿眸中泛着怨毒的光，像是在发泄情绪般，一口一口地啃食起来。现实中，我们只是需要一块地盘栖息，并不占据人类的地盘，你们却大肆虐杀我们，甚至连好心人给我们准备的笼子里，你们都要投毒，要折断我们的4肢，要欣赏我们的惨状，满足你们奇怪的癖好。他每说一句话，四周的怪物们就按照相同的方式对待这些玩家。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6人。游戏里，我们本不想惹你们，可你们却无知的来招惹我们，企图消灭我们。愚蠢又恶毒的人类，你们不会真以为第1层的都是废物吧？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5人。我听明白了前因后果，原来是这些新玩家耐不住寂寞，不敢对鬼塔楼上的诡异动手，于是想从第1层开始做任务。没想到惹到了硬茬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躺在砧板上的玩家看到了我，他显然记得我是玩家，此时也顾不得我毁容的脸，拼命地冲我嘶吼起来。我环顾此处炼狱，本想说点什么，可才张嘴，怪物们动了。他们似乎故意在做给我看，当着我的面，以人类虐杀动物的方式，把玩家一个一个虐杀。人类女孩，虽然你是第8层的家人，但你也没有资格插手我们这里的恩怨。我奉劝你赶紧走。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4人。我没有动，反而走到了为首那只怪物面前，握住了它爪子上的屠刀。我睁大近视眼，和他真诚地对视。如果你们和你们口中卑贱的人类一样，大量虐杀这里的无辜人类，那你们和那些卑贱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无差别杀戮带给你们的只是短暂的满足，却会有长久的空虚。最终，你们会变成真正的诡异，长眠于此。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，你们真的甘心永远这样活着吗？你们不怀念阳光和花香吗？不怀念一起在草地上打滚的日子，不怀念好吃的冻干猫条，不怀念曾经给过你们温暖的那些人类吗？说不定那些救助过你们的人类，他们也深深地爱着你们。
他们也在为你们的离开而悲伤，每天都在祈祷，我的小猫小狗啊，我的毛孩子啊，能不能在喵星、犬星、动物星过得开心一点呢？有没有想爸爸妈妈呢？他们甚至天真的在祈求上天，下辈子请毛孩子投胎做我真正的孩子吧，因为他们真的很爱你们。无数叮当声响起，砍刀落地，怪物们还是那么高大可怖，却纷纷蜷缩在地上，捂着脸哭了起来。人类女孩，求你帮帮我们！我就下了那3名新玩家，他们一直惊慌失措地跟我道谢，似乎受惊过度，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我。与此同时，机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诡谲。恭喜玩家凝念解开鬼塔前8层的秘密，第9层已经开启，请幸存玩家和诡异立即前往完成终极任务。伴随着这个声音，我竟恍惚听到了一声龙吟，接着整个鬼塔都疯狂摇晃起来。菜刀也在拼命提醒我危险，站在原地别动，等我。第9层解封，所有诡异可以自行串门走动。我还在问3个新玩家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没想到才聊了2句，屠宰场门口就忽然出现了4道身影：宁君安、思思、长老头和黑老太。我很快被搂进一个冰冷的怀抱，是宁君安。他一边打量我有没有受伤，一边扯开挂在我腿上的思思。都这个点了，父女俩还在争宠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，可爱的要命。我们一群人浩浩汤汤地从下往上走，每一层的诡异见到我都自愿跟我一起前往第9层，即使那里或许是他们生命的终结地。我们做好了所有准备，以为第9层会是什么龙潭虎穴，可是和想象中完全不同。偌大的第9层，墙壁上密密麻麻塞满了陈旧的小箱子，除此之外别无长物，唯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端坐在第9层正中。他面前摆着一个简陋的茶几，上面摆着几个杯盏，端的是古色古香。他穿着灰色袍子，半耷拉下眼皮，捧着手中一卷书，正看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品几口茶，俨然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，半点也不像终极大 boss。4个诡异家人忽然齐齐把我护在身后，念念妈妈儿媳小心，这位实力深不可测。看到他们严肃的样子，我迅速明白，即使他们联手也打不过面前这位老人。所有诡异都退避三舍，靠着墙壁站立，不敢老先生一眼。剩余3个新玩家也像鹌鹑一样躲在角落。唉，看来是时候轮到貌美如花的我出手了。我小脸一扬，趁4个家人不备，蹦蹦跳跳地朝白胡子老头走去，毫不见外地一屁股坐在了他对面。然后我眯着近视眼，佯装惊讶地问：咦，这是哪家老神仙下凡了？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可我没想到，老人并未看我一眼，只是随手倒了一杯茶递给我，语气里是沧海桑田的沉寂。女郎，无能治你的脸。说着，他枯树般的手端起杯盏递给我，古井无波的眼也在此时盯上了我。念念，不，宁君安刚想阻止我，老人轻轻弹指，便已隔着10丈远封住了他的哑穴，还顺手把思思、长老头和黑老太也给封上了。我没有丝毫畏惧，笑眯眯地捧起茶盏，一饮而尽。我还来不及回味，茶水刚灌入肠胃，原本毁容的脸上就开始发烫。约莫30秒后，四周的人忽然不可思议指着我的脸，一副想叫又害怕白胡子老头的样子。我伸手一摸，皮肤光滑的跟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。看来我沉鱼落雁、闭花羞月的容貌又回来了。我急忙站起身，对着白胡子老头深深鞠躬，多谢老先生，不知您贵姓？白胡子淡淡出声，吾姓了5000年的钟，但如今或许姓韩。我悚然地倒退了3步，这次是真的惊悚了。很快，机械音提醒我，温馨提示，玩家您的惊悚值已高达50。弹幕也激动得交头接耳。活久见，能打破凝神灵惊悚值通关的记录，这个老头绝了！天啦！刚刚我听到了龙吟，他又说他活了5000年，难道他是传说中的龙？呜呜，我隐约有了一个猜测，但我不敢说。弹幕刚想追问最后这个观众有什么猜测，只见白胡子老头微微一抬手掌，墙壁里密密麻麻的小箱子全部自动弹出，扑面而来的是竟然是浓郁无比的药香。白胡子老头微微扯起嘴角，女郎，你既已吃下吾的药，接下来你该兑现承诺了，消灭所有诡异，这是你来此处的目的，吾自会助你一臂之力。在吾的绝对药域里，他们都已经无法行动，杀了他们。我的耳膜一直在响，有一个来自远古的声音一直在提醒我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杀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，杀了这些和吾一样的弃子。我的脑袋突然变得昏昏沉沉，原本模糊的视线也逐渐被血色充斥，像是有人在控制我的手，抓起了菜刀，强迫我朝着宁君安走去。那道苍老的声音说，以他们死前的方式结束诡异的一生。我提起菜刀，放在了宁君安脖子上那道狰狞的伤疤处，那里是他的亲生父母听信邪神蛊惑，砍下他头颅，敲骨取髓，以求长生的证据。他动不了，他不能说话，可他还在对我笑，似乎在说，没关系的，念念，我知道不是你自愿的，我不会怪你。
念念，你要好好活着呀！我用力挣脱束缚，和这股离谱的力量抗争。不知道白胡子老头搞了什么鬼，菜刀现在居然能伤到宁君安。眼看着菜刀已经在宁君安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口，我终于凭借巨大的意志力挣脱了这股力量的束缚，吐出一大口黑血，栽倒在了地上。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满脸是泪。第一次不想再维持自己从前不着调的样子，我冲着老人大吼：“您错了，他们不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，更不是弃子，他们是我的家人，是我找了整整5年的家人。剩余这些诡异，也有在异世界牵挂着他们的人。同样，你也不是什么可怜人，也不是什么弃子。”说着，我指着4楼的那群学术青年，哭着说：“您身居这座古塔，虽然足不出户，可身为塔主，应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。他们勤奋好学，他们努力上进。”他们像是早上的太阳，充满希望，即使在这个看不到未来的鬼地方。而在现实世界，我们还有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在努力。他们才刚刚开始，在学习传统文化，在发扬民族精神，在向您看齐。哪怕是那些最顽皮的孩子，那群父母眼中只会上网骂架，在家躺尸的所谓废物，在面对姓韩的那家抢夺您时，也在网上拼命地为您发声。他们，华夏每一个人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您，从来没有的。请您再给您的孩子们一点点时间。中医老先生说到最后，白胡子老头还是无动于衷。我绝望地捡起菜刀，对他再次躬身。真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做的贡献，也许是我们辜负了您。您说您治好了我的脸，我就必须完成消灭诡异的任务。可是先生，很抱歉，我做不到。就像我永远无法对您恶声恶气一样，我也永远无法伤害我的家人。所以，我把这张脸还给您。说着，我猛地抬起菜刀，毫不犹豫地朝脸上狠狠划去。一道温和的力量拦住了我，将我轻轻扶着，推到了宁君安面前。与此同时，四周所有人都恢复了行动力。宁君安4人也及时扶住了我。恭喜你，宁念，你通过考验了。白胡子老头冲我慈爱的一笑。与此同时，我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机械音。恭喜玩家宁念在9层鬼塔副本圆满通关，获得50积分。恭喜玩家宁念在9层鬼塔副本达成首通成就，额外获得500积分。什么？我就这样通关了？不是要消灭所有诡异吗？那宁君安他们呢？我焦急地抱住他们4个人，生怕一不小心又失去他们。老先生，那我们呢？等了又等，迟迟没有等到系统播报的3位新玩家急了。白胡子老头淡淡瞥了他们一眼，心术不正，目的不纯，无不喜。一句话判了他们死刑。3位新玩家无能狂怒了半天，惧怕老头忽然恶狠狠地朝我冲来。宁念，是你在搞鬼吧？是不是你刚刚跟死老头说了什么？你早就知道了，我们是来杀你的，故意……等等，来杀我的？白胡子此时也不装高人了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。这个副本除了古塔外面死在黑屋里的中年男人，没有新玩家。我张大嘴，震惊地想了想，很快明白了。4个老玩家在明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来杀我的青木，2个是肌肉壮汉。可其实那些所谓的新玩家是暗有衍生的老玩家伪装。毕竟其实想要进同一个副本，也是可以购买相关道具的。明暗双线，就是为了保证完成对我的一击必杀。4大公会还真是下了血本。这次不等宁君安、思思他们动手，我就自己提起菜刀，迅速秒杀了3个玩家。我从不展现无用的善良。9层楼梯口忽然出现一个白色光团，那是走出副本的门，也是我通关的标志。机械音催促我：初始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1人。9层鬼塔副本即将关闭，请玩家尽快离开，否则将永远迷失在该副本。白胡子冷哼一声，抬手一抹，一股看不见的气流疯狂震荡，古塔又开始疯狂摇晃。不顾观众的不满，直播间也被白胡子消耗力量强行关闭。很快，我的太阳穴一阵剧痛，我意外发现自己居然能掌控整个9层鬼塔了。站在第9层，我甚至能轻易了解第1层的一砖一瓦。明念，现在你是新的塔主了，放心吧，所有诡异都可以继续住在塔里，你以后可以随时随地进来，他们也不用再扮演任何 NPC， 从此为自由灵魂。带他们离开吧，这就算是吾送你的最后一份礼物。等你日后脱离游戏，回归现实，可放他们去地府投胎。我着急地问：那您呢？老头摸着胡子，哈哈一笑：吾本就不存于天地间，吾只是中医衍生的一抹灵。你不需要记得我，你只需要记得中医。说完，老人微笑着看着我，看着他深爱的满是中药传承的第9层，身影越来越虚，最后化作点点星光。我的眼泪跟不值钱似的往下掉。我会永远记得您，恭送老先生。机械音如同短路一般，磕磕巴巴的播报。检测到系统故障，9层鬼塔副本将永久关闭，请玩家尽快离开。我擦干眼泪，大步踏进白色光团，直到我重返玩家大厅，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后，我才重新进古塔。果然，在我的意识海里出现了一座漆黑神秘的高塔。
里面住着这次副本遇见的全部诡异，而他们的样子全部都变了，不再是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。猫是可爱的猫，狗是忠诚的狗，孩子是萌萌的孩子，少年是挺拔的少年，少女是美丽的少女。宁姐姐，是你净化了我们，谢谢你。这时我才明白9层鬼塔任务真正的内核，消灭诡异从来都不是消灭物理意义上的诡异，而是每个人心中的鬼。我回到第8层，这里已经被他们布置成了幸福之家第30层的模样。长老头的肚子已经复原了，黑老太也不再是那副被焚烧到焦黑的模样，思思可以一直穿白裙子，宁君安的脖子没有了伤疤，脑袋再也不会掉了。他们做了一大桌美食，众星捧月般的把我带到桌子边坐下。妈妈，以后思思可以一直跟你在一起啦。思思真的好开心。好孩子，爸爸妈妈以后要靠你养老喽，可别嫌弃我们吃的多。宁君安目光柔和地凝视着我，念念，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大大咧咧地挥挥手，哎呀，别这么煽情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其实这5年我的复活积分早就够了。如果你们想回阳间投胎，我可以先复活，然后送你们去地府，因为这里和地府是不相通的，必须走现实转车。宁君安伸出一根手指，指住我的话，念念，我们想好了，你在哪儿，我们就在哪儿。其他3人也齐齐看向我，用力点头，一家人就该永远在一起。门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无数道身影滚落进来，拥挤成一团。原来是1到7层的邻居们，他们纷纷七嘴八舌地说，是啊，宁小姐，我们都听你的，能被救出来，我们已经很感恩了，你真的不用太过纠结。我们在这里也很开心，比做诡异的时候开心多了。我猛地一拍桌子，猛地站起来，嘚瑟地叉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先不离开游戏，我要去找4大公会的人报仇。敢暗算我？老娘非要让他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满屋子都是嘶吼吵闹，虽然恢复了正常外表，可他们身为诡异的能力却并没有消失，一个个比我还兴奋，吼吼吼，揍他们！从此，无限流游戏的江湖上流传着一个传说，听说一个叫宁神的女人，总是带着一群土匪样的人神出鬼没，在各大公会打家劫舍，哦不，肃清风气，打得4大公会溃逃。自此，宁神的名字响彻全服，而他也创立了一个新的公会，收人要求极其严格，不仅看能力，更看品德。短短3个月，已经一跃成为新的第1公会。听说这个公会的名字叫幸福之家。